今天我们要揭示一些社会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有些确实对我们有益，但有些却只是美化宣扬出来的谎言。我们的思想观念大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灌输，然而，只有学会独立思考，勇敢地打破偏见，才能真正活出自信和独立的人生。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看似合理的观念，但它们真的对我们有益吗？这些观念中有多少是为了让我们安于现状，不去挑战？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被社会灌输的不正确观念，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你们能够跳出思维定式，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今天的节目将帮助你们识别这些谬论，提升你们的认知，走向更独立、更富足的未来。我们要学会反思，不要盲从于所谓的常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只是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视频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谎言，挑战错误观念，迈向更加自由和富足的人生。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来理清误导性言论的第一个要点：学历就能证明你的能力。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学历只代表一个人在学校里按规定读完了该读的书。至于学的怎么样，能不能将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或生活中去，这都是未知数。我们社会上有太多有学历却没能力的人，他们仅仅为了拿到文凭而读书。学历证书只是我们的敲门砖，而能力才是我们立足于工作岗位和适应社会的坚强后盾。让我们纵观现在的学科，他们根本无法覆盖所有行业。大部分的行业都没有专门的学科，难道这些行业的人就没有能力吗？更何况，无数拿到学历的人都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他们在工作中同样要从头开始学习。能力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展示，它包括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涉及到专业知识、职业道德、文明礼仪、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大家要明白，所谓的能力不仅仅是在学校里才得以提升，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肯学，只要你有恒心，当然还需要好的学习资源。即使你不去学校，没有学历，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你同样有机会站在某一领域的顶端。想要具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具备更快更好的学习能力是关键。学习力的提高远比仅仅学习知识重要得多。学习力已经成为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忽视对学习力的培养和提高，否则迟早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知识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知识的生产、学习和创新已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活动。谁具备了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并提升我们的学习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学习力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基石。大家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劝告：别人都做不到的事，你肯定也做不到。这句话可能在你耳边回响了无数次，尤其是在你想要尝试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时。社会的价值标准从古至今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我们顺理成章的选择跟从大众，服从大众的意志和行为，通俗的说，就是为了合群而随大流。但是，朋友们，时间久了，当你的锐气被消磨殆尽，再想成就一番事业几乎就不可能了。在跟随大众的步伐中，个体往往能找到安全感，但有时候，从众虽然得到了众人的认同和所谓的安全感，却丧失了大量的个人空间，丢失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和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复合集体是最轻松最保险的做法，因为跟着舆论风向去做，不会有坏结果，就算做错了，也有集体去分担错误。然而，越是不合群的人，越是能成就一番大事。
大多数人的认知只停留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终其一生也没有大富大贵。真理有时候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有创造力和魄力的人往往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人。尽管没有迎合别人，但是成功带来的个人形象提升，会让你的人际交往更加自信优秀。很多人离成功其实只是差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勇气。记住，最终做决定的一定要是自己，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真正了解你需要什么，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普通大众可以接受平凡，但却不能容忍出色。他们巴不得你失败，再也不去尝试。在现实社会中，那些越有勇气去尝试的人，越容易被嫉恨、被打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时代，跟随大众的步伐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敢于突破常规、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然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无数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有人会告诉你，别人都做不到的事，你肯定也做不到。然而，这些声音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真正决定你未来的是你的决心和行动力。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你敢于挑战自己，敢于超越自己，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个打破常规的人。此外，创新和独立思考是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些能够提出新想法、找到新方法的人，往往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不要害怕与众不同，不要害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所以，朋友们，当你面对挑战和质疑时，不要轻易放弃，勇敢做自己，打破从众的枷锁，用实力说话，勇敢的做自己，走自己的路。用实力和行动去证明那些质疑你的人是错的。让我们一起打破从众的枷锁，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让我们来理清误导性言论的其中一个要点：公职人员是铁饭碗。在很多人的眼里，尤其是老一辈人的眼里，公职人员就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职业。当然，现在大家基本都不看报纸了，应该改成一杯茶、一支烟、一个手机刷半天。但我要告诉大家，所谓的铁饭碗并不是金饭碗，更何况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铁饭碗了。别说是公务员了，所有的职业都一样，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随着高科技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职业形态和工作机会出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真正的铁饭碗不是只在一个公司有饭吃，而是走到哪里都有饭吃。而金饭碗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能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项技能，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找到工作，赚到钱，那才是真正的铁饭碗。而这种能力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工作可以带来的。我们需要不断学习，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掌握新的工具和方法。所以千万不要被传统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游刃有余。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你不断进步的能力和无论何时都能找到机会的自信。一个常见的观念，20-30岁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许多人认为，这个年龄段的人生应当是抓紧时间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按部就班的过日子。就像一部被剧透的电影，一眼就能望到几十年后的未来，因为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设定自己的人生的。但朋友们，请停下来，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愿意过这样一成不变的人生吗？我们才是自己人生电影的导演和主演。人生不设限，精彩由我们来演。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每个年龄都有丰富多彩的可能。不要被传统观念束缚，去跑，去跳，去唱，去拥抱所有跳出框架的改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和体验的权利。遵从自己的内心，从现在开始，只为自己而活。
不要害怕与众不同，不要害怕挑战权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潜力，只要我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勇敢的走自己的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中活出自己。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不要让传统观念禁锢了我们的脚步。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机会，无论我们是20岁还是60岁，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在未来可以自由探索未知的世界，也可以去体验那些我们从未尝试过的冒险。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这大体看上去固然重要与合理，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但是请记住，人生是我们的舞台，我们才是唯一的导演和主演。大胆去追求，去挑战，去实现我们心中的梦想。让我们用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成就一段无悔的人生旅程。这里要探讨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加班文化。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脑中从来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他们基本上没有上下班的界限，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有床的办公地点，而办公室则随时可以成为加班时躺倒睡觉的家。偶尔陪家人朋友散心逛街，他们也多半是人在心不在，脑子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工作。对于工作，他们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状态，一旦离开了工作，就会精神不振，毫无生气，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这些人被称为工作狂，因为他们相信加班是一种责任和美德。这些年，加班俨然成了企业盛行的文化，仿佛你不加班就成了不上进的代名词。有目标有奔头固然是好事，但一味加班是否可取？成为办公室的工作狂，或许会毁掉你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危害家庭生活，甚至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加班的员工对不加班的员工有一种天然的鄙视感。这种鄙视感不仅破坏了同事之间的和谐氛围，还可能导致团队合作的效率下降。朋友们，试着停下脚步来看看自己之前走过的路吧。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加班？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职位和薪水，还是因为害怕被视为不够努力？正确的工作态度应该是能不加班就不加班，尽量把生活和工作分开。在公司只做公司的事情，在家就多陪陪家人，把公司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你完全可以在下班之后多陪陪家人，一起聊天、做饭、散步，利用闲暇的时间读读书、听听音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我们重新思考加班的意义，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毕竟，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在事业和生活中都获得长久的幸福和满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从小到大，我们耳边常常响起长辈们的叮咛，听老人的话，别走错路。但是，朋友们，事实真的如此吗？长辈们的阅历确实丰富，他们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看透了人世间的冷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时代在变迁，今天的世界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公正、全面、客观的分析长辈们的话，再考虑是否采纳。有些老人会打着为你好的幌子，逼你做这做那。如果我们一味顺从，最终可能对我们毫无益处，甚至会造成伤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辈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他们的经历与如今的时代已经脱节。老人们的建议不一定都适用于今天的社会。我们不能失去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你的未来必须由你自己做主，而且要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和信息的更迭速度前所未有。长辈们的经验固然宝贵，但他们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需要在尊重他们的同时，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决策。
试想一下，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经历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面对的是相对稳定的经济模式和缓慢的技术进步，而我们这一代面对的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全面客观的去看待，不能思维固化，也不能不听人劝告。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生就是要不断试错，敢于冒险，从错误中吸取经验，下一次才能做得更好。毕竟时代不同了，父母或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很多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新老交替是一个残酷、漫长又孤单的过程，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们不能盲目的拒绝长辈们的建议，但也不能全盘接受。时代在变，我们也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需要有选择的吸取他们的经验，同时结合自己的判断和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记住，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责任和能力去开创属于自己的道路。保持开放的心态，勇敢的做出自己的选择，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让我们一起用理性和勇气迎接未来的挑战。到了这里，再让我们来理清误导性言论的其中一个要点：一点小事不值得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话题，情感的释放。当情感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隐藏，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做最真实的自己。有时候，过度压抑情感反而会成为一种负荷，甚至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社会舆论常常把心理健康疾病污名化，这导致许多人为了面子而选择遮遮掩掩，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其实，心理问题非常普遍，心理和身体一样会生病，同样也能通过专业手段进行治疗。发现心理问题要及早干预，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情感的释放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也是对身心健康的一种保护。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情感变化，勇敢的面对并接受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对情感的表达有诸多限制，特别是在职场和公共场合，很多人觉得哭泣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然而，科学研究表明，情感的适度表达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哭泣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宣泄方式，通过流泪可以释放体内的压力激素，达到情绪的平衡。此外，心理学家指出，长时间压抑情感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比如，长期的情绪压抑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低下，增加患病的风险。因此，情感的释放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需求，也是生理层面的需要。我们需要改变对情感表达的偏见和误解。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情感的自由表达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和理解的社会环境。所以，朋友们，不要再把眼泪往肚里咽，面对情感的波动，勇敢的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真情实感完全宣泄出来吧。这样，我们不仅能更好的认识自己，也能更好的与他人建立真实、深厚的情感连接。如果这部影片对大家有帮助和启发，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些知识，未来我会持续为大家推送有用的内容，帮助大家更快的进步，领先于身边的其他人。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